飞霄队童鞋大比拼，知更 vs 花火软梅，0+1飞霄，00鸟 vs 2+0花火，1+1软梅。先登场的是知更鸟。那为什么知更鸟配飞霄就是最佳的？原因很简单，首先飞霄一定配一个多动副 C， 所以注定适合配一个群管。然后这2个 C 都会很缺攻击力，刚好鸟是能提供大量攻击的，加上追击爆伤、增伤，在拐量方面完全不输其他现武童鞋。这里也是疯狂多动，直接移动开启鸟大招。那还没完呢，知更鸟在攻击频率高的队伍里，大招循环非常快，又或者配上我每次吹的等价加拉赫，都是可以轻松无缝开大的，增益几乎不掉，还能全队拉条100%。单是这些就已经强于其他童鞋了，更何况还有附加伤害，在高频率的队伍里是非常恐怖的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可以仔细算算鸟贡献了多少附加伤害。这里一般队伍00鸟的伤害为9000，高频队伍要触发50次是很简单的，粗略一算，鸟就贡献了45万的伤害，相等于1.8个飞霄大招了。其中鸟能开多次大招，全队拉条不止一次，综合以上优点，鸟完全可以碾压其他高金的现武童鞋。这里也是轻松打了第一面0轮，也是展现了鸟的爆发能力，这是其他现武童鞋比不过的。更何况是1魂、2魂加专武的鸟，伤害和拐力还有更高的提升。要是我2.2就开始做视频的话，我一定会推荐你们抽鸟的。扬起方寸内狂澜，沉沉浮浮，一眼幸运深处，有多少风波安抚？心有10分闭目，可取意在幸福。某曾经为记录，错落一手满。这里3月的大招应该交出去的，失误。要保持长时间的专注，还是吃不消啊，难免会有小失误。谁可领悟教育中隐形的一顿悟？病人间知何有何是种病毒？谁敢在献手之前口管战争说艺术？听觉出我已在心一步。那关于开之处，谁手人无穷英明神武，退手边几万年残局反复，升天地内地怒。谁能在场中一舞，只待春秋亘古？岁月远看我来纵横，不绝于数。天绝处有何海啸湖？一河间星落起伏，前无路。再行一步，这把吃到的祝福太少。我要像海一次回去，不要天地万物联系，自主君凭一天地高低。别人怀疑雪霜切羽，顺着万丈宇宙蒸汽，心的规律来去加进去。生存压力是真的拉满了。我只为心令人不已，让人心之所向无转移。从河边为君抵达末影，却自日月颠。多实现为君一袭太平，纲领九重天。流光在我似雷电，银河幻变，冰雪肝胆赴人间，下不下线。用宝剑。立身至尊前，
这伤害差一点点，有点可惜。录的时候有点累，没法做到细节拉满。把更多细节打好，可以 ET 的，这就是鸟的力量。3金队伍打呼雷 ET。2加0花火，是时候来看看现武同协之间的差距了。这里是为了吃555效果。花火作为半个群管而已，辅助3月还是完全不够啊，伤害明显低了。我试过了，0T 伤害不够，所以决定压榨充能。老实说，这个队的问题就是战绩点太易出了，能带个托帕的话，表现会好一些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全部都是差一丝，再凹一凹可以2T，
3. 替遗憾收下。可能你会说花火不适合双拐，那1+1软梅呢？飞霄回合再开大，多一回合增益。在孤独栖息的痕迹，什么能穿越光年的距离？是否偶尔穿行，没有捎来讯息？或许早已了然，这是结束的默契。一样伤害不够，打一剔轴。或许拉远距离后，重逢才会有意义。但又何必设下时间的无边联系？如果人都是外逃离经历，才能够相爱，跨上无限时空，无人相遇，尽几海，万事沧桑唯有星辰见证。中的黯淡心外，伸出手告别老旧的足迹，向往光年外等待的。带软梅的好处就是消刃快，是3个童鞋里生存压力最小的。触不到的回忆，远渡遥远边际，向着未知追赶去。等待是一种愚蠢的安慰剂，哪怕分秒也止不住炙热的呼吸，不如深潜入心底。考究历史的心迹，才能够爱得住时间的无边裂隙。如果人都是外逃离经历，才能够相爱，跨上无限时空，无人相遇，尽几海，万事沧桑唯有星辰见证，奔赴而来。跨越欢愉中的黯淡心外，那是遥远星空，不离不休，烛光年迷离，黑暗远端面对，默默迁就这意外。万事沧桑唯有星辰见证，奔赴而来，跨越欢愉中的黯淡心外。
结果又是残血，3T 结束。所以明白鸟的强大了吗？这两位用3金的造价都碰死不了1点，还是差了1个回合的差距。因为鸟开局爆发太强了，抢0T 很强，第一面打了0T，后面打呼雷也不落下风。所以以强度来说，真心建议有鸟在玩飞枭。面板都在这里，3月和加拉赫都不变。软梅和鸟队伍的飞枭面板一样。带花火走了攻击血，还特地替换了速度词条。软梅面板。下部影片再见，88。